嗨，我是魏老板。今天我们要聊怎么面对忧郁症。我昨天看到有一则报道是说，这种精神类疾病已经成为残害人类的第2大疾病，就癌症以外。还好前面哦。对，有点没有感觉到哦，它其实已经这么普遍，可能我们都有一点，只是没有外显，我们不知道而已。对，我们不够重视它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吧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追踪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我先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，我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有去看医生，然后确实有诊断为是忧郁症。然后因为有做一个报告书，你会要作答，然后他要访问你很多的内容，然后最后他就会确定你是不是，然后就开药给你这样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治疗的疗程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忧郁症这3个字没有人对它有认知，即便到现在我们的认知都还很少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更新颖的一个词，会有一种那是什么东西的感觉。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求助或是怎么面对。那我先讲一下我当时的生活状态，当时是没日没夜的工作。3餐很不正常，睡眠时间很少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创业后2年，24岁而已，要经营一家营收好几亿的公司，然后工作压力其实非常大，跟所有的朋友，因为我没有时间社交，所以几乎都失联。然后父母也不清楚你在创业的时候是在干嘛，他们只觉得你为什么没有跟别人一样好好去念研究所啊，或者是去上班，你到底在搞什么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也其实不太理解什么叫网络创业，就会觉得你们小朋友在玩东西，然后不好好去上班哦，那种社会氛围。然后你自己其实心里有点生病了，你自己都没感觉，是开始没有食欲，然后体重暴瘦，然后快乐不起来，然后新闻开始有报道说现代人好像开始有忧郁症的倾向的时候，你才意识到，我该不会是吧？好，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生活背景。好，接下来进入重点哦，就是忧郁症到底会有什么感觉或症状？如果没遇过的人，或者是其实现在已经有的人，你搞不好自己不知道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。我必须先说，自己并不会知道那是什么，不像我们感冒，我感冒了，我现在头很痛，我现在经痛，不会的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没有明确症状，你没有病识感，你是不会知道我现在忧郁症，自己没有感觉。不会有感觉的。好，再来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跟念头，所以大家不要再跟忧郁症的患者说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要快乐一点啊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办不到啊。是这样。好，失眠，睡不着，然后睡不着的时候看着天花板躺好几个小时，然后你会有一种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我醒着，然后我好孤单哦，因为你就是没有人可以讲话，然后眼睛瞪大大的看着天花板，然后你不知道要干嘛，半夜3点、4点、5点就会天亮了。天哪，所以就没睡觉。你很难睡，你没有办法睡觉，就睡眠障碍很严重。但是身体很累的状态。很累啊，可是你的心灵睡不着啊。你不要觉得说我偶尔也这样，每天都这样。天哪！你折磨1个月看看，你折磨半年看看，每天睡不好，我就好累了。对，所以你会有一种好孤单哦，被丢下的感觉。对，你不知道可以跟谁说，因为你跟人家说，人家也说你就不要太累啊，你就早点睡啊，我就睡不着妹。那种感觉，你没办法跟人家讲。好，然后你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，你会觉得我活着干嘛？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什么？你开始会有这种想法，怀疑人生。对，怀疑人生，然后觉得有没有人在乎我啊？即便你明明可能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粉丝、买家、支持者，你身边也有家人、朋友、员工，可是你会有一种没有人在乎我啊。其实如果我消失了，明天地球也会继续转啊，这一切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一些这种感觉，有点厌世的感觉。这个念头是会自己跑出来，就是在你根本就睡不着，然后也快乐不起来，然后也吃不下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是会开始觉得，那这一切要干嘛？我活着要干嘛？天哪！对，会有这种感觉。好，然后吃了那个抗忧郁的药之后，我开始梦游，我晚上会起来东摸摸西摸摸，可自己断片不知道，没感觉，然后会失忆，你会突然对某一段没什么有吗？你有跟我讲过吗？然后变笨，反应没那么快了，会顿顿的，就感觉脑袋被网了一层纱，你知道吗？会有一种笨笨的，很像有点像确诊那种感觉，脑雾吗？脑雾很严重，会觉得天啊，变好迟钝哦，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我当时是有个过程是，我不想吃药，因为我觉得我吃的变好笨，而且我当时很恐怖，起来梦游的时候，我人在阳台，我被叫醒的时候，我人在阳台，你完全不知道你自己有起来，打开窗户走出去阳台，所以你会发生什么事，你不知道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好恐怖，然后我就有点不敢吃药，可是不吃药又无法治疗，所以你会陷入一种，那我现在到底要怎样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然后也不想跟别人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会误解成忧郁症是不是抗压性太差？大家会觉得所以你工作压力太大，所以你承受不了嘛？你抗压性好差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好丢脸，我不想跟别人说。可是其实忧郁症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理解，没有认知嘛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丢脸，不想跟别人讲。对，反正讲了也没有人理解啊，干嘛要讲？所以你会很孤单，非常孤单，觉得
没有人懂我，我就是这样。我现在接下来要讲旁边人到底该怎么对待患者。过了这么久，40岁了，回头看以前10几岁的我，我会发现哦，那时候的旁人其实很多时候是用不对的方式对待。例如会说：“哎呦，不要想太多啦，有什么好忧郁的？你要开心一点呐。”就没办法啊，你跟他讲这个风凉话做什么？而且这样会有种指责的感觉。所以是我不会想。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努力啊，加油！不要随便跟别人说加油，那个压力很大。什么叫加油？就是你要赶快改变，你要赶快站起来，这压力很大好像要更努力做。对，我要很努力，努力什么？好像你不可以再这样休息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现在这样不对哦，你这样错哦，赶快走出来，赶快站起来。那个压力其实很大，旁人其实你不要再给这样的患者压力了，因为他就是压力太大才这样，不是吗？对，只是他的压力不是轻易的没有抗压性产生的，不是什么草莓族一点点事情他就这样，不是的，他其实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只是他自己没感觉，但是他的心灵有感觉，所以他的心灵生病了。就像我们感冒是因为病毒入侵了，可是我们没感觉症状发出来了。好，你能阻止你咳嗽吗？不能啊，我也不想咳啊。你可以阻止你头痛吗？不行啊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他没办法，他只能去治疗。所以不要一直在跟他说啊，你就不要咳啊，你就不要拉肚子啊，你为什么要一直拉肚子？就不要拉，就有点像这种，就是我能怎样？你要理解，那叫生病，那不是他可以控制的。好，或者是有人还会碎念你说。你那么幸福，你拥有那么多，你看你事业那么好，哇，25岁就结婚了，哇，什么都没烦恼，你要惜福啊，你怎么还会忧郁啊？就会觉得好像你不懂珍惜那种感觉，就是这全部都是错误的一个旁人对待的方式。我的建议是，其实就是旁人只要陪伴就好了，不要做任何打气，不要鼓励，不要叫他改变，不要叫他不要想那么多，不要叫他要做任何事。你不要以为你在帮忙哦，没有，你只要叫他做任何事，就是在落井下石，因为他不想做任何事。那我们是静静的听就好，都不要给陪伴他做快乐的事，例如追剧啊，或者是你有想出去走一走，不然我们去散步，不然我们去玩，去做一些他没压力、没烦恼，然后但是你愿意陪他做。如果吃喝玩乐他觉得很开心没有压力的话，你不要他不想出门，你还是说你应该要出门啊，你要出来走一走啊。他就不想去的时候，你不要逼他做任何事，除非是他想去。那如果他不想出门，他就想在家里废，你可以陪他一起废，对，让他觉得有人陪，然后我不是一个人，我不是自己这样子，好像在这边很孤单。陪伴就好，也不见得要一直跟他说。那你就说出来，你就跟我说。他有时候会觉得我要说什么，就像你感冒一样，我跟你说，你跟我说，你有哪边痛，你赶快跟我说。你不会觉得很烦吗？我就感冒，我想休息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也要说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不会好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我就是每天失眠，每天吃不下，每天不快乐啊！我要说什么？记得静静的陪伴，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，不要一直叫他做什么事情来，好像看起来变好。这是不必要的。好，最后就是到底要怎么走出来呢？确实需要时间哦，有可能需要半年、1年，甚至更久1-2年都有可能。那我当时是交了新的朋友才走出来，因为我原本身边的人，配偶也好，或是家人也好，都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对待我，所以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正面的帮助。我反而是北漂之后交了一群台北新的朋友，我才走出来。那当时这个新的合作对象跟很多好朋友，像模特啊、摄影师啊、化妆师啊，都是我当时要到台北工作的时候遇到的。那这一群新朋友，我们反而收工之后去吃东西，收工之后去逛夜市，然后我觉得好开心哦。我跟他们在一起是开心的，我反而回到南部的时候觉得压力好大，又要回到那个牢笼的感觉。所以交新朋友，然后是让你没有压力，陪着你吃喝玩乐的新朋友，我觉得是好事。然后我列了一下我当时到底承担的什么压力，这个是我当时不理解的。我现在回顾，父母对我的创业是不认同的，一直觉得我为什么不好好去上班，要搞这些有的没的。即便我营收已经好几亿哦，没有被认同。那这个会对我有一种压力，是我好像没听话，所以我是个坏小孩。我没有孝顺，我没有乖，我在做着让父母不开心的事，这个应该对我有压力，可是我自己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做这个啊，我是用叛逆的方式去应对他们，可是心里有没有压力？有，因为你其实想当乖小孩。好，伴侣的压力，伴侣其实也用着不对的方式在对待你，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，不要想那么多啊，叫你不要这样啊，甚至跟你说你抗压性很差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些都是压力。然后当时也有逼婚的压力，后来结了婚又有生小孩的压力，还生小孩还要有生男的压力，还被指定生肖哇！我现在想想哇，压力好大。可是我当时竟然就是默默的承受那一切，就其实也不太想结婚，然后就被逼着结婚了。然后结了婚之后，又开始好像一直被鼓励要赶快生小孩，然后你自己又觉得自己我才24、25岁，我为什么就要这样？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这样的人生。然后周边的所有人给你这些轰炸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自己好孤单，不知道怎么反抗，因为你身边没有已经有结婚一体的朋友。你知道那时候我朋友都还在念研究所，
或者是还在找工作，或者是刚出社会1年什么，大家都没有这些婆家的压力跟困扰啊，然后也没有我创业的这些压力，所以当时真的是没有朋友可以诉说这一切。所以当时生活在这样的圈子的情况下，你其实承受着很大压力，但你无感，但你的身体爆发出来了，感觉都是一直在接受负面，但是没有对抒发出去。对，一直很束缚，不管是父母、配偶、国家，所有人都期待你要变成一个样子，然后你只能听他们的话，走上那条路，可是你却不清楚这是不是我要的，我搞不懂。对，所以我的压力其实不是来自于创业压力，因为反而我做创业的事情是开心的。我刚刚讲说，我刚刚那个状况下，其实我每天还是有上班哦，所以我现在这样回去分析，我不是因为创业太辛苦而生病的，是周边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个叫心灵的压力。众人想要把你变成一个他们期待的样子，而跟你之间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很大的冲突。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谁在干嘛的，然后我一定要听话吗？可是当时你又不够成熟，20几岁而已，觉得好像又不能不听话，所以很不快乐，最后就变这样。这是我40几岁的我去回顾我25岁的我怎么回事得出来的心得。可当时的自己哪里有办法这样分析？当局者迷的感觉。对，没办法，那个漩涡没有人可以把你拉出来，你没有现在的经验值跟心灵的成熟度嘛。所以现在回顾那时候，如果是我会想告诉当时24、25岁的自己，你做自己吧，不要理别人了，不想结婚就不要结了啦，不要成为父母期待中的样子，你做你快乐的事情就好，干嘛一定要去当老师，一定要去考公务员呢？算了啦。然后婆家叫你一定要赶快生，不要理他们就好了啦。可是现在讲得很轻松，我现在也在跟我的粉丝们说要这样就好了，大家也做不太到，因为压力是你在承担嘛。我这样讲很像风凉话，所以我尽量用鼓励的方式说，其实你可以不一定要父母的认同，不一定要被婆家期待，不一定要生小孩，你甚至也不一定要结婚，这些压力都是社会给你的。那想清楚自己要什么，就是你想要你再去努力，你不想要的时候就停下来先躺平没关系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说。我是不是不能废？我是不是一定要很精彩？我不能这么平凡，因为我这样很糟糕。不断的觉得自己好像很糟糕，就很容易生病了。好，希望这一集大家可以知道，其实忧郁症患者自己是什么感觉，旁人不要怎么对他，然后可以的话多多陪伴，多多协助他一起走出来吧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追踪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踪我的IG哦。